硬核低价藏不住，本节目由藏在微信里的同城旅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瓶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潘婷胶原泡蛋发膜赞助播出，一颗72小时弹韧亮，根源改善发质。万能的淘宝，淘到心头好。本节目由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开始推理吧第3季，未知迷雾笼罩推事，玩家将体验5次不同人生，探索5个推事地点，每个地点40小时限时探案，破解推事困局。每次探案，6位玩家将分为推探、嫌疑人和真凶。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不被其他玩家发现。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请注意，本季存在 X 的考验。真凶玩家通过考验，可以在推探中选择一人，将其黑化为 X。X 黑化后，加入真凶阵营。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真凶逃脱。探案结束后，玩家进行真凶投票。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则真凶与 X 获得金钥匙，反之则其他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准备好了吗？欢迎进入推事。每一次钟声响起，必须开启对应的斩。老板死掉了，他就是想换个身份。推后浪就是推前浪，他就是想要我们把刚才那一系列完成，他让我们上那个船，然后让我们陷进去嘛。哦，所以我们要穿的和他们祖先一模一样。哦。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的宝藏还没有找到，在神秘小岛上藏着推三娘留下的宝藏。老板让我将船上的人都沉掉。推前浪的老板就指使他当上船长去开这个船的人。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母女俩失踪了。进来了一个人，穿着夜光衣。我是人为善，推后浪让我来的。你们都是什么血型的呀？有点饿了，那咱们约一个夜宵，咱一块儿聚一下吧。行，在宴会厅，咱们吃夜宵。好嘞，好，没问题，没问题。Come on， everybody， 有吃的。就吃呗。好好吃哦。这个串看起来美味。来了。什么？哎，等一下，我的门锁住了。下来干嘛呀？啊？哎，我被锁了。大家要从窗户里跳下来。从窗户里跳下来。从窗户里跳下来。OK。谁把我给锁在里边了？我刚也被锁在里面了。从你们房间的窗户跳下来。怎么？现在几点了？天都还没亮，怎么就把我们叫起来了？我刚看了一下，才4点。对啊。怎么了？我听到了一个怪声，我也在睡觉，但我听到了一个怪声。然后我就想说，哎，怎么回事呢？我就想推开门出去，然后发现门被锁住了，然后我就拿了个斧头敲开了我的窗户，
挨个把你们的窗户都给你们敲开了。每个人的门都每个人都被锁了。对，谁锁的？去外面看看呗。出门看看。你别动！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要干嘛？干什么？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啊！我为啥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站好，打他！来，都给我站好了。等一下，你是不是？我是人为善，飞后浪让我来的。你要加入我们呢？是？我必须加入你们。那上边上站着。OK 了，我是一名保安，站好啊。要加入他们。哎，你那黑衣服也确实是看不出来。不是，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来干嘛呢？人家都不理你，你回来吧。这么快就叛变了，这个啊！我先不说你们的事儿了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看到不整齐的东西，哎呦，我这浑身难受啊！包括你们在内啊，所有人听我指令，来，向右转。啊，左右吧，等一下，能分清左右吧？能。好，向左转。二人转。啊！这不会没这技能，是吧？二人转。好，不错，收。谢谢老师。你们出来这个事儿啊，我就既往不咎了，我说话算话啊。耶！我们老板人为善，昨天晚上是不是在你们这儿入住了？是的，201。然后他后来是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吃宵夜了？是。那他吃完宵夜以后呢，这个人怎么就消失了？啊？是不是你们把他给消灭了？不可能啊！我们为什么要消灭他？我们睡觉去了。你怎么知道他消失了呢？但是你看管不力，你们2个保安负责他的安全，我们也是来这里玩的，大家都是出来玩的。有什么玩放不开的？我们老板想出去吃个宵夜，我们2个说老板我们也一起去吧，是不是也不太好啊？没有不太好的，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开这个口，那只能怪自己。但是我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我从来不内耗，从来不怪自己。没错，不要自我消耗啊。对，我从来不怪自己，全是你们的错。好，错的是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我们刚才是都被锁住了。老板是跟你们吃的宵夜，昨晚然后消失的。是的。对啊，我是因为这个才锁的你们吗？你锁的我们呀？啊，对呀。来，一个打2个。主楼、副楼我都找过了，没有人。你们要是想戴罪立功啊，就去楼外找一找。OK， 好的。其余人去把公馆包围。来吧，快找吧，朋友们，来吧。
请乘坐此船前往。哎呦哎呦！怎么啦？哎呀，吓我一跳！哎呦！你们老板在这儿啊！找到了，老大找着了。什么老板？什么意思啊？过来过来，怎么的了？你看看怎么事儿？妈呀！我的妈！来人呐！来！不是来什么人？他们就是人，你们给老板捞起来！这怎么捞啊？要下船吧？完了，啊，拿那些工具。拿工具吧。杵过来。你小心啊！没事，我踩这个。那我拉你。哎，老板来了，快！来，放这儿。老板，真是老板！老板你怎么就归咎？危险了，老板。这老板已经死了，那现在我是不是就得当老板了？好啊！不是你这么急性吗，二哥？你不想从00发变007、006吗？我想。你想，那你笑吗？来吧，扶那个老板起来啊，行，是吧？行，我说我啊，是。你们两个来，把老板的尸体抬走。你们几个跟我先回公馆。回去，回。啊，来，辛苦。我觉得你们现在啊都有点嫌疑，那除非你们有没有什么能证明你自己的东西啊？啊，有。证明啥呀？昨天那个点呢，大概是我有一个记录，我是在11点20离开的，你们当时都留在了餐厅。我的睡眠记录检测是我11点25到3点55都在睡觉。好，那就你带头吧，把我们老板这个事儿调查清楚啊。行。哦，对了，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很重要啊。解谜推理检验，同城全面在线。这是同城旅行帮大家准备的搜证助推工具，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梳理信息线索，理清逻辑脉络，探索真相时刻。我们同城出发啊！我就放到这儿了，谢谢。行了，天亮我会安排人做尸检，我们就先走。谢谢。没事，回家吧。开始推理吧第3季第4案正式开始。现在是2025年3月15日4点30分。本案死者任为善，经过初步排查，杀死他的凶手就锁定在宁街带、白纸画、贺冲冲、柯武王、金赏宝5个人之中。芭蕉扇因11点20离开宴会厅，可以完全排除作案嫌疑，因此是本案的推探。现在请推探带领嫌疑人开始搜证。那我们轮流来说一下跟这个老板的关系吧。好，这老板就是昨天第一次见面，是在这儿啊。第2次见面吃夜宵。我跟他一模一样，昨天第一次见，晚上一起吃了顿饭。我也是啊，第一次见一起吃顿饭没了。我也是第一次见他。我跟你们一样。所以我们目前的口供都是这样。那我们来说一下每一个人昨天晚上的时间线吧。那我是11点20的时候睡，太舒服，因为昨天我吃多了，我就先回房间睡了。在3点55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声音，然后我想说这什么东西，我就出来，然后门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门锁了。我是在11点20离开的，你们当时都留在了餐厅，留在那儿了。对，是的。对，10点半我去吃的夜宵。10点半，等一下啊，我记一下。10点半吃夜宵，20分钟之后那个老板来了。50。对，然后吃了30分钟，然后你说你不舒服，你就走了。11点20，然后转头一看，那个人为善就不见了。就10点20我走以后，他也消失了。对，没错。然后我们5个又吃了40分钟，就一起回去了。哦，我俩一模一样。啊，
哦，错，大错特错。好，你来说你的。 10点半我们在一起吃饭。然后呢？20分钟之后，老板来了。对过了30分钟，他要回家。他回了家，我们又吃了40分钟，我们就走了，剩下的人走了。但是回头一看，老板还在呢。他在哪里？还坐在那里吃饭。我的和他的是一模一样。我也是和他一模一样。好，有区别。他什么时候走的？ OK， 今天直接凶手2选1。OK 了，我又说什么了？什么啊？为啥？为什么不是3选1呢？没问题。为什么不是你们3选1呢？经典2选1。经典2选1啊！你说那是影视剧古偶。好嘛，那我们一起来搜一下这个死者身上有什么东西。 这里有血，啊，脖子也有，你看他手上这种，2个手都有。那现在目前能感觉到他应该是用了之后打了2拳，但是他手上这个好像是蹭伤，对，就是擦伤。我觉得就是拖拽伤，应该是。 我意思他已经毫无知觉，他肯定是这样哪儿都有。对，我同意他说的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意思就是打伤。我们再来找一找看。哎，手表能记录。这开不了。外套外兜呢？哎有东西，等一下拉开。OK。 201的钥匙在他自己的房间钥匙。房间那我们去他房间搜。走吧。那我们先去201看一下吧。走吧。人为善。钥匙。哇，来进来搜证，看一下。别，这画是。 这画是白的。哦，这是白的3幅画。解释一下吧。我是买画仙人，看到你的一些画作，我就可以高价收购。买画仙人是他是不是？对。 哦，买画仙人这幅画一定暗藏玄机。这 ATP 什么意思 ？APT。啊，帕特。就是你们跳了这个舞之后，会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含义的。啊？ 不是你们，是你也要一起。你画的画。你的画。你画的画。你的画。就是你挑，你是老板吧？你快站起来。好，来吧，一起阿帕特吧，大家来吧。谁会谁打头。他会感觉他已经在跳了。我是霹雳舞王歌巫王黄。我没跳过，你教一下来，我们只需要会2个动作。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动作，但是我就随便编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这样1、2、3、4，1、2、3、4、5、6、7 ，OK， 好吧，我们重复这个。好的，来。好，简单。来，5、6、7，走。阿帕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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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帕特。哎，怎么脚不动啊？你们？阿帕特，阿玛恩，阿帕特，阿玛恩，阿帕特，阿玛恩，阿帕特，阿帕特。对准了。哎，这什么东西？地震了？什么这？没了。
所以跳完之后呢，我们会获得什么线索？今天要是没有奖励，我跟你说，我直接把这画扣你头上。不会真是你在这搞我们的吧？没事，没事。阿帕特，我就觉得大家现在精神有点萎靡。你有点像那种手机店早上起来员工出来跳舞那种感觉，你是想要我们振奋一下，是不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来钱来钱来钱！来继续。哎，这里有个这个。什么？来，这是他的一个报道。推贤集团董事长任为善财富与公益并行的传奇之旅。推贤集团已经涉足文物、地产、旅游、医药、美容等领域，成为商界的重要力量。坊间传闻，多年前他找到了女海盗推三娘宝藏的小岛，并且将岛上的宝藏占为己有。尽管外界对任为善先生有诸多的非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个成功的企业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为推氏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所以他是个好人。里边我们还没进去呢，进去看看。哦，好大的卧室啊！哇，他的箱子在这儿，有个什么东西不见了。哦，我终于找到东西了，好帅呀！啊，真的。来看一下微信有消息，00发给他发了3幅画，这是你画的画吧？是啊。还有个秦总的，3月13日下午1点，说我是任总，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很棒的体验。姓秦的人是谁？现在出现过姓秦的人吗？没有。OK， 我们看看他的零钱，好不好？好的。收付款还没有开启收付款功能。那信息是什么？哦，这是你给他发的消息。我这个新灵感不如3月15号来海盗公馆一叙。嗯，对。从这个线索来说，也就意味着他来这个公馆是因为你。对，是。去白的房间了，可以 ，OK。好，那走吧。欢迎进入到我的空间。哦，卧室哎。这3幅画又是什么意思？这个是 N。这刚刚是3幅画。啊，对，是那个手机里的。是的，对。所以有人潜进了你的房间。对。手机啊！你个个圆圆花，你个个圆圆花。什么？什么东西啊？他就是00发。啊。我不是008。那这手机哪来的？这个手机是008的。等等，等等，这是什么东西？你抢劫了008。这个老大跟这008说，
白纸画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我要亲自去确认情况。做大事还是不能心慈手软，我一定要杀了他，以绝后患。事到如此，我只能讲一讲我的故事了。讲吧。我们就是结束了之后，还没吃饭之前，准备回我房间了。我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了2个穿着那个斗篷、戴着面具的那2个人。戴着斗篷，穿着面具。就我们餐厅里看到一个人，不是穿斗篷。哇，是谁啊？看着夜光夜。那我们只看到一个，但是昨天回来的路上我看到2个。所以我就一路追他们，追上2楼，直到2楼，发现他们俩就不见了。我就四处找，找到了老板门口的时候，有一道缝儿，门是开着的，我就把门推开，我就进去老板的房间了，就看见了我那3幅画。我瞬间明白，原来这个老板是买画仙人。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他为什么在我的画上写出那几个字母？我就觉得他肯定有问题。这会儿我听到他那个对讲响了，说：“老板，我在白的房间发现了画或怎么地，然后呢，我们要不要干掉他什么之类的？”我一听我说啊，这跟我有啥关系？要干掉我？你们到底要干嘛？我就想着我来回房间堵住这个008。想问清楚，我就埋伏在我房间门口，果然他出来了，我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一个勾拳打空了，打自己头上了一个，打自己勾自己头上之后呢，自己瞬间昏了3秒，晕了3秒，调整一下准备追的时候，他跑了，但是他的手机和对讲可能被我的气势给唬住了，就落在了原地。然后我就看他这个手机上的他们的记录，发现老板要杀我，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应该也得反杀一下他。我10点钟去他屋里边找他，想把他干掉，敲了很久没人回应，然后10点半我就去赴约了。你杀人动机出来了吗？就是你认为他要干死你，所以你要自保吗？很明显，对啊，没问题。这很简单，很简单的杀人动机，很直接。对，然后至于这上面这几个字母啊，是因为我看老板房间那个画，它上面有字母，我就想看，哎，它这是不是跟我记忆什么有关系？我就想尝试在我这个画里边找出3个字母，还真找出来了，这还真找出来了。把这6个字母排列组合了一下，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父母 parent， 另外一个词就很不常见 ，inwrapped。神魂颠倒。哦，我神魂颠倒，你的身心在梦颠倒。就让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个对角，这个标志，是我看到这些画之后，脑海中突然出现的一个图案。然后我觉得很奇怪，我就画出来了。有人觉得这个符号眼熟吗？我觉得很眼熟。是什么东西？是因为我的那个裙子上面也有这个标，我的那个草裙。哦，这是你们岛上的某种标志。对，所以就神魂颠倒。6年前，我在一个山洞里醒来。886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发现了一艘船，可以带我们离开这个小岛。你们那个岛叫神魂颠倒，对。我们继续搜吧。好的，走去8的房间看。OK。我们去他的房间看一下吧。是谁？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躲屋里躲屋里，屋里没事。为什么有人惨叫呢？
狗啊，快走啊！你后面没人了？没怎么没有人了？没事，那我们就等一会儿。白老师，你去哪里了吗？他又去抓鬼了。是吧？来，过来。哎呦，进去了没？进来了。这是人卫生的房间。对，前面是201嘛。他们在人卫生房间。来，这边。哎呦，太晚了。在哪儿？就在这。你们谁呀？老板，谁啊？你谁呀？二老板，你们谁呀？预备起，我们是特立摩青云。听没听说过？啊，挺有气势。我现在好害怕呀！你们去帮我把灯打开。灯哪儿啊？会客厅那儿。哦，那个花盆旁边的电闸。哇，不会触电吧？不会，我记得。他要干嘛？我在这儿，我抵住他。你抵住了，你自己去抵他。抓我干嘛呀？我现在很害怕。哎呦，就知道他在这儿，他坐这儿了。我找到了。哎呀！把灯开开呀！开了，开开，我怎么还这么黑呀？睁眼。啊！你们啊！这多了个笔记本。哎，干嘛这是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啊？老板不是走了吗？那一些机密的信息他也没来得及跟我对接。当时我过来的时候，这电脑就在桌子上。过来以后我就把这拿走，我想找文件，我一打开里面有那个密码，我也解不开呀。我就想着是不是用面部识别能开呀？我就过来以后，我想拿吹风机给我造型，我想试试面部识别。我当时刚一插上，结果呼没吹，啪电闸关了，我就我害怕呀，我怕黑呀，对吧？我觉得我们现在脑力风暴已经转不动了。现在是凌晨，我们现在睡到早上9点，不是睡到中午下午再起来吧？我们行，好，养精蓄锐，我们再来。我们先养精蓄锐，睡吧。对，好。吃挺多。昨天咱们休息之前就说到芭蕉扇的这个房间来查查看有没有线索呗。走，去爸的房间看。呀，这么巧？哎，今天这造型不错啊。你别开我玩笑了，昨天我的头发淋了雨，没有及时护理，都打结了。你说巧了不是？我今天正好带了潘婷炮弹发膜，它里面有胶原蛋白，给头发做强效护理，多养护头发才能使头发弹韧有光泽。这么贴心，谢谢你啊。这个今日的主题是嗨海洋主题。嗨，公主。嗨，海洋公主、海洋王子。我呢？你是海洋，你是珍珠。我就等他，别提醒他，让他说。美人鱼，美人鱼。哇！
看你那个标记嘛，你不是说有个很眼熟的吗？不到，这是怎么穿呢？这好像这是那个孙悟空的裤裙儿。这是你在孤岛上居住的时候做的野人的服装是吧？哎，是的，是的，这你给886做的衣服，那得让886穿呀！886，你把这个遮羞布套上来是什么意思？好适合你啊！多少有点无语住了，得好好搜一搜了。等一下，这里面有东西。什么东西？这里边有一张纸，真假的？你看。哦。哦，他这儿有剪刀。哦。是哪儿？来，给他拨一下，直接横刀。你别把，你别这样剪。公主你好，怎么了？今天我是您的管家，您有什么吩咐您就……你倒是站我旁边说呀。哎，好，公主你好。哎，给我来，我不够力，可以这样剪吗？我是你爹，我是你爹，我是你爸爸。来，这里有张纸。你来念来，你来念886。小八，希望你看到这些字的时候，能原谅我对你的欺骗。2年前，我被拐到这个名叫神魂颠岛的小岛上，他们给了我一个编号 C8745。当我觉得人生无望的时候，是你在岛上长大的编号 B8864照亮了我。你也有编号？哦。因为你的性格骄傲又善良，我就用自己的姓给你取了芭蕉扇这个名字。哦。我们约定好要一起勇敢地走下去，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就失忆了。啊！我的头撞到了礁石上，所以我就失忆了。我把你带到一个山洞藏匿了起来，我还发现他们制造了不老泉。不老泉是被制造。不老泉，他不是因为吃保健品年轻到那个时候的，是因为不老泉，只能维持表面的不衰老。维持。于是我偷走了一瓶，想要带出去，当做他们的罪证。罪证。这些话我无法亲口告诉你，所以只能把它缝在这个裙子里，请求你的原谅。你还记得这些东西吗？当然不记得。我每半年就会失忆一次。C8745B8864 ，Inwrapped， 神魂颠倒。朋友们，我感觉我们都是在岛上的人。这个老头人伪善，你看他还有美容、医疗，给他们发一下名片。你们都是什么血型的呀？我们都是有编号的实验品。C8745B8864，你也有编号。为了让这些人长生不老，他们会从我们身上抽东西，让他们可以长生不老。不老泉，我还发现他们制造了不老泉。哎，8，你这绝对有个 bug， 为什么？他们应该没有在我身上抽东西，因为我还是这么胖。他们所有被抽的都变瘦了。他又不是抽脂肪，我要他身上抽出来那个东西，我要灌到我身体里，我要给我救活人纹身。我要。
他已经死了，来不及了。给我查！快，下一步，给我查！我今天一定要查出来。快，下一步，我查！接下来呢？去您。我的话就去接待处，因为我昨天没回房间睡，在接待处睡的。好，走。您接待，来吧。开始搜。这也太干净了吧！看一下那个花。哎呦，哎呦，来，你又没找到，刚刚就在你找的地方。我真是笨蛋美人。姓名：奇迹。啊！暖暖，你媳妇儿。这个女孩叫做奇迹，我跟她结婚1年之后生了个孩子嘛，我发现她们母女俩失踪了。编号。出生日期1980年2月15日，经检查无记过往病史，无不良嗜好，基因优异，可以生育。已为人为善生产2子1女。哦。逃离过程中被发现，已处理，确认死亡。Oh my god！Oh my god！ 哦，鸡皮疙瘩。所以你的杀人动机已经出来了。哦，嗨，金赏榜，你刚翻的地方又有2张纸。金赏宝。姓宁的，就因为暖暖是女娃，你爸妈就把她扔去弃婴塔。简直不敢相信，都这个年代了，光天化日之下还能发生这种赤裸裸对女孩的谋杀，你们家丧尽天良。女儿我已经找到了，但从此以后我们恩断义绝，永远别见我。是谁写的？奇迹。奇迹的妈妈。奇迹写的暖暖是他女儿，就是我。哦。啊，你抛弃了你女儿啊？你因为她是个女儿，你要把她放进基因塔。哦。还有这个。想知道你老婆的下落，就去201房。这是应该是昨天晚上收到的。事情是这样的，昨天9点钟结束之后呢，我就跟芭蕉扇说，我俩好久没见了，于是呢，我就跟他一块回房间了，好好聊聊父女情，说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或者是我分享一下我这几年过得怎么样。都扔掉了还说这么多，假心假意，假惺惺，宁伪善，您真恶。对。是这样的，大概9点40的时候，我从他房间走，我打算收拾一下，一会儿10点半我们聚餐嘛。结果在我房间门口就有这2封信。啊。所以呢，我根据这个字迹，它一看就是我媳妇儿奇迹的一个字迹。当年的时候，是我爸妈跟我说，我媳妇儿奇迹她是受不了农村的生活，她觉得这个地方过得太苦了，所以毅然决然带着暖暖走了。但其实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才知道了当年的真相，就是因为我爸妈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家庭。哦。我爸妈在我媳妇儿奇迹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你扔到了弃婴塔里，让你打算让你自生自灭。我媳妇儿知道了这件事，马上跑到弃婴塔去。你看她的信上已经写了，女儿我刚才已经找到了。嗯。这个时候她认为是我指使我爸妈把你扔了，因为我不喜欢女儿。因为我爸妈就2头骗嘛。其实之间都是误会。误会。
然后我找我女儿，找我媳妇儿找了19年。有一天我就出门去打鱼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母女俩失踪了。所以昨天我是看到这封信，我就才知道当年所有发生的一切。然后还有一张纸条，就是想知道你老婆的下落，就去201房，也就是任为善的房间。所以呢，我45，也就是我从他房间5分钟之后，我就去了201，立刻杀他，立刻去找他。没跳出来，没跳出来。然后呢，我去的时候门是开着的，说明已经有人去过了。我去的时候呢是没有人的，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个，就是这张纸。我认为是在他写这封诀别信的时候突然被抓走了，因为这个地方女儿我已经找到了，但从此以后我们恩断义绝，永远别见。我会变成波浪了，感觉像突然被打断了。我认为他被掳走了之后，被人强迫关到一个地方，给任为善生孩子。但是他想要逃离那个地方，结果被杀了。哦，那娃呢？娃也被干了吗？没有，那2个娃不知道。因为我是这个里边的接待员，所以等你们都走了之后呢，我就把宴会厅的门关上了。那个时间大概是12点。宴会厅里有一个智能插座，是需要我用手机个人账号输入密码把那个智能插排关掉。他只能控制那个房间，对吧？对，它只是宴会厅的那个智能插座。于是乎呢，我在12点的时候我就回来，就在接待室里，我就在想一个万全的计策，我要杀了他。想出来了吗？想着想着睡着了啊！好。工具箱，它工具箱里有很多，它工具箱里边很多东西。对讲机，哟，紫光灯，扫一扫这些它的物件有没有？对，没错。哎，这是什么？绿色的什么鱼？这里也有。哦。哇，是谁啊？荧光，哎，那个穿披风那个人。哦，对。哦，荧光男在提示你。荧光男在帮我们。荧光男在推动一切。好，走下一个房间。不知道啊，金 Next。OK，let's go。走。来吧，开始了。开始。你看起来好贪财啊！你钻到钱眼里了是吧？不是，我在找线索，我又没拿他的钱。哦，找到了。你们家的基因很强大，6个人共用一张脸。对，我们家小孩生出来都是我这张脸。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族的符号。你什么家族？你还是贵族呢？美人鱼。
那个后面呢有吗？哎，拿。自己解开一下。这个箱子是解不开的。哎，这有个东西，推贤集团的绝密机密，神魂颠倒开发计划，清除无价值原住民，身体残疾、患有疾病、超过60岁等人群一律投入海中处死。严格囚禁管理年轻健康的青壮年人群。该计划高层需严格保密，按照开发计划秘密推进。人为善，2000年4月，奸商将该计划高。这个岛就是神魂颠倒，就是你们待过的那个岛。它本来是一片世外桃源，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就像《桃花源记》里的写的，但我已经背不下来啊。就是很美好，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叫任为善，他开发了这个岛，他侵入了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岛民都抓起来关起来，老弱病残就推到海里，年轻的就囚禁，他毁了这儿啊！这就是我发现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家人都是在那个岛上居住的。哦，好。都是推三娘及其下属的后代，然后呢，任为善就听说我们岛上有宝藏，就来入侵我们，把我们囚禁到一块儿。啊！昨天你们不是问我为什么我姐姐失踪，我父母就立刻去世了？我父母本来身体就不好，姐姐的离开给他们带来了重重的打击。因为当年他带着我们逃出来的时候，我姐姐失踪了，给他们带来了重创。我的父亲先死的。嗯。然后我母亲呢就撑了一段时间，在她弥留之际，她告诉我的真实的身份，以及这个箱子是当年她从神魂颠岛上面带出来的有关于我们那个岛的秘密的，我们的身世的箱子，但是密码是解不开的。那你跟任为善呢的关系？你不是有一个那个图标？照片后面那个海盗的图案是我妈妈有一个戒指是这个图案，我妈妈跟我说，当年烧大火害死我们这个岛的人，他逃出来的时候，我妈妈就用自己的戒指烫了那个火，按了这个图案在那个人的手背上。啊，手，昨天有。我们住哪个房间？这个标记，正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凶手的标记。我姐姐死在海里，父母双双身亡，我才成为没有亲密关系的人。我妈妈临死之前跟我说，一定要复仇。所以你杀了他。当然了，那一刻杀机就起了，所以呢，我也想去他房间，就是去调查一番。21点25分的时候，我到了他的房间，我发现他人并不在房间，而且没有上锁。然后呢，我没有找到他人，杀不了他，所以我就找到那张纸。那我们就赶紧去下一家。我的，上楼，上楼。 Let's go。哇，好漂亮 ！Butterfly。哦哟，这什么啊？呀！啊，对，他喜欢虫虫。哟，在我们开始搜证之前，你先自己交代一下吧。哦，对待我就是这么对待的。哎，这有个文件袋。这个推式农业。这个推式。
就一碗，就一碗。哇，吓死了！我天哪！我们刚要念推是农。贺宠宠说：“经批准，你已经被我校生物科学昆虫学专业录取，请来此报到。农业大学。”贺宠宠，性别男，年龄16岁，身高1.60米。16岁的时候你1.6米。再搜一下。哎。哎，这这说呀，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怎么跟他画的一样？这不是白画的画吗？你俩兄弟啊？啊？不是，就是我们的生活的地方，神魂颠倒。你们都老乡，你们都是？对。那这谁？这是在神魂颠倒上，他就是管我那一个区的管家。管家？对。你为什么要跟管家合照？哎，这是假的啊！哦呦，好多东西啊！若是灯塔还没来，孤岛也可赴山海。勇敢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吧，未来就靠你自己，别犹豫，别徘徊，别回头。这是谁给你写的？我的管家。你跟你管家是什么关系呀？有点不太对，我感觉。不是，别骂，先骂邵老师。哎，在这有个纸。宠物箱里面啊。在这有个纸。太愚蠢了，以为我们竟然会怕这个东西。哎呀，我是真的怕。也是这样的话，我就扔你脸上了。检测报告：样品名称荧光粉，样品完好无异常。经检验，荧光粉是一种由失败实验体上剥落下来的物质，它源于实验过程中能干细胞标记试剂的异常沉积，试剂发生降解，变成一种能够发出荧光的粉末，最终附着在实验体的本身。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引发未知副作用。荧光男也是实验体。穿着夜光液。荧光粉是一种由失败实验体上剥落下来的物质。哦。还有东西。哎呦！啊，好浪漫哦！以后你可以给你女朋友弄这个。我就是一个浪漫的人。有什么线索吗？好吧。哦。还有电话哦。手机。不得不说，这张照片又把我给帅到了。好的。Time and time again， 我又被你帅到了。第一类名册：人为善亲子库。第一女，2000年每年提取一次，提取质量较差，已死亡。后面都是一样的，但是第六男，2003年出生，每年提取一次，提取质量良好，因管家牛大协助，于2019年8月逃走，下落不明。牛大因此被处理，后失踪，需尽快找到并处死。还有一个出生记录，新生儿姓名第六，性别男，父亲的姓名
它写着人为善，然后被划掉，改了牛大。牛大是不是就是他那个管理员啊？对，所以你是牛大的儿子。第6，牛大。我爹还是人为善。6年前，我的管家突然递给我一张刚刚的那个信息表，他说让我去按照这个身份去生活，替代了别人。我顶替了他的身份，来到了推市大学昆虫系上学。我是第6，名字叫小牛。第6小牛。第6小牛。毕业之后，然后我想回到那个岛上，我找不到那个岛了。你回不去了？回不去了。然后无奈之下，我就找了一个工作去旅游社。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了一个叫拉岛的地方。结果在拉岛上，我发现了一个跟那个标本一模一样的昆虫。我就想起了，会不会我的管家也在这儿？然后我就在岛上追着这个牵牛，我想找到一些线索。结果我追着晕倒过去了。好没用啊！结果晕着晕着，醒过来的时候就在了岛上的一个屋子里面醒过来。我从屋子里出来，发现了一个荧光人。那个背影特别像管家，然后我就追过去，但是我没追到。我回到了木屋之后，发现我的东西被整理好了。哦，整理的排序跟当年管家小时候照顾我的那排序一模一样，我就证明那个荧光人一定是我管家。然后我带着那个他的荧光粉末嘛，我就回了检测，就发现我管家变成了试验的失败的对象。那昨天你见到他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跟你的管家有几分相似？就是他，我能确定他就是管家。后来我就一想，这人为善跟管家在同一个地方，人为善会不会对管家有欲行不轨嘛？所以昨天晚上9点15分的时候，我去人为善房间想去一探究竟，他到底想对管家做什么。然后9点20出来之后，回到自己房间，我想不对，我想去找一下这个院子里有没有那个牛大。出去找的院子。目前你是唯一一个出过院子找人的人。对，我出院子了，但是什么都没看见，然后又回了房间了。10点半我们就去吃夜宵了，对，然后我就回去睡觉了。想着就睡着了，血糖太高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睡得着？好吧，走吧，下一节去科舞王，最后一位。啊，等一下，这个我的房间必须要脱鞋啊？为什么？指压板。真是无语。那我们可以不用搜了。那算了，咱不搜了，因为这是我平时练舞的特殊地毯材质。为了不让大家破坏我屋的生态环境呢，一定要脱鞋再进入。别怕，真的，这有啥的？哦天哪，我还穿了秋裤。谁没穿秋裤？你看我的。太疼了，何医生，你先走。这个会检验一个人的身体。如果一个男性站在上面会觉得很痛苦的话，就说明他有点像那个推前浪。你别一会儿你最痛苦，像推前浪一样，肾已经衰竭什么之类的了啊。不疼，当然不疼了。像推前浪一样，肾已经衰竭。一点都不疼，哪里疼？疼吗？你疼吗？一生要强的男人嘛。哦，还行啊，其实。啊，真的还啊！你别装了。哎，我一点感觉没有。别装了。我一点感觉没有。一生要强的男人嘛。还好吧。
爸，你有可能不是身体好，只是脚皮厚。啊！蝴蝶灯是干嘛的？蝴蝶灯那个只是个灯而已。哦，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哎，等一下，这有什么玩意儿？好的。最重要的东西。我的天哪！你们两个，他要跳那么高吗？幸好脸没在这儿。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好，快点。哦，狙击蝴蝶是什么东西啊？在床上听你说。哎，我天哪啊！好，我也要上。啊，来，请站。自白吧，说。我的父亲，是柯教授，柯脚臭，柯教授，柯脚臭，所以他要在这脱鞋每天。哦，好。我的父亲呢是一名生物学的大拿，这辈子研究一个叫做能干细胞的东西。这个细胞呢可以让人长生不老。18年，我16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接受到了一个邀请他去到一个岛上，作为这个岛上首席科学家，去带着他们研究这个东西。我父亲非常感兴趣，他就想去完成自己的这个研究梦想。我就跟他说，我说父亲，我不想和你分开。我父亲也不忍心把我自己留在这里，所以他就说那好吧，我就带你过去。他就把我不对，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了。你闭嘴！你闭嘴！你才多大呀？你还是我给你养大的，你自己有点数。你半年10次亿，你照顾得了谁？他就偷偷的把我带到了这个岛上，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出现了。这个小女孩呢，塞给了我一个皱巴巴的礼物，就是用你手里拿这张纸包住的一个礼物。她告诉我说，有人在追杀她，有人在找她。我爸心又一软，就把她也收留了。在后面研究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这个岛已经不安全了。他说你现在必须得走，因为他告诉我，这个岛上其实是在进行一些非法的实验研究。在我走之前呢，他就给了我这个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手链。没错，他说这个是妈妈留下来的，它其实里面有2个，但他只给了我1个这个手链，一半嘛。他说希望这一半的蝴蝶可以在未来的你自己回去自己生活的时候给你带来好运。哎，那这个呢？这也是你的吗？这个也是我的，没错。你来打开吧，密码是我生日。我知道你生日我。哇，这一招直接釜底抽薪，这招是。我真的非常伤心，好难过。你真把他当哥哥，因为我完全能看得出来，你真心把他当大哥的。没想到他是一个就是不靠谱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空心人。对，我不是空心人，我是负心人。我早看出来了，他是个负心汉。给，开了。来，我念一下他的日记啊。
2019年12月20日，退贤的董事长任为善，人如其名，伪善。他利用我开发能干细胞的事迹，还丧心病狂的私下违规体实验。这个岛应该就是神魂颠倒。对，对。任为善的全部罪证都在他那里被藏得很好，我必须想办法找到那些罪证，举报他。可是岛上的信号被任为善控制了。12月22日，我想到了能联系外界的方式，可是举报邮件没发送多久就被任为善发现了。不仅如此，他还给我强行灌下了毒药。送小金离开的船已经安排好了。原来小金，你们两个是？哦，就是他送他的那个礼物。不，送我这个礼物人其实名字叫做金扫帚。姐姐，我姐姐失踪了。有一个小女孩出现了，她告诉我说有人在追杀她，有人在找她。我爸心又一软，就把她也收留了。送小金离开的船已经安排好了，就是你爸妈收养了一个小女孩，是金扫帚是吧？对，我姐不在了，就让我代替她。爱你，这个爱。所以狙击蝴蝶是什么东西啊？我下了岛之后，因为我爸告诉我，他说这个集团知道你的存在了，所以你现在逃走之后，他们一定会派人去市里面找你。于是我下来之后，我就去开了一个夜店，我就做成了现在的这个夜店老板嘛。你爸被人囚禁关在岛上，你出去蹦迪去了？因为我觉得不被人追杀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混迹于人群。接着奏乐，接着舞。没错。奏乐，然后呢？生活一定是要继续的。好乐观的一个男孩。然后我开了这个夜店之后呢，我果不其然，我就自己安逸的生活了很多年，没有人找到我，确实。然后我还是想找到我爸爸，我就开始想我怎么才能再找到这个岛。我想唯一当年我从岛上带下来的线索，只有我手上戴着这个蝴蝶，我就出了这个狙击蝴蝶的悬赏令。我希望到达我夜店来的每一个客人，如果他们可以告诉我关于这个手链的任何线索的话，他就可以免费得一些我店里给他提供的礼品。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个邀请函，就是我们来这里，他说这个地方可以带我们去看到那个推三娘的宝藏岛。我想说不定这个岛反正也是个岛嘛，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什么线索，于是我就来了。那可真是巧了啊，因为我也没有别的线索了。你跟那个任为善没有任何关系吗？昨天晚上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左手的手臂上面有个标志，我就想起来小的时候在岛上跟我爸爸一起待着的时候，看到过那个岛上的工作人员的手上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当年那个岛上的人。所以我就晚上在我们调查完那个案件之后呢，9点55去了他的书房，然后10点我就回到房间了。他没在房间是吧？他没有在房间。你进他房间看到什么了？就是那个带锁的本子。OK， 你爸的日记。没错，我回来之后，我用我的生日打开这个笔记本，看到了我爸爸写下当年他所遭遇的这一切，我终于知道了当时我爸究竟发生什么。我现在就是悬着的心也终于死了，因为我爸爸已经遇害了，所以我就知道是这个任为善害死了我爸。那他动机很强，替父报仇。反正回到房间之后，我就想着他怎么杀，想着我就睡着了。好，真是一群无心之人，空心人。好。接下来我们去会客厅讨论一下吧。好的。Come on everybody， 有吃的，有吃的，太好了。哇！还有馒头，我最爱馒头了，谢谢。最爱吃我的馒头。反正就是大家动机都有了，对，而且都很重。今天 ，so。任为善，他把我们所有的岛民都抓起来关起来，老弱病残就推到海里，年轻的就囚禁。我妈妈临死之前跟我说，一定要复仇。
你媳妇儿以为人为善生产2子1女，逃离过程中被发现已处理，确认死亡。我是第6。每年提取一次，提取质量良好。因管家牛大协助，于2019年8月逃走，下落不明，需尽快找到并处死。我的父亲受到了一个邀请他去到一个岛上，作为首席科学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岛上在进行非法的实验研究。12月22日，给我强行灌下的毒药是这个人为善害死了我爸。一进房间，他那个对讲响，说：“老板，我在白的房间，我们要不要干掉他？”我就想着我来回房间堵住这个008，他跑了，然后我就看他这个手机上的记录。白纸画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我一定要杀了他，人绝后患。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应该也得反杀一下他？我觉得你有一个层是为了他。他其实从小就知道那个岛上在发生什么。他其实从小就知道那个岛上在发生什么，所以他才会编造一个美好的一件事情来骗着把我救出那个岛。小八，希望你看到这些字的时候，能原谅我对你的欺骗。但是他有个固定的病，就是失忆。对，他从小知道嘛，但是他阶段性的失忆就代表他会闪回一些片段，用灵感画出来的画连在一起，神魂颠倒。但我不太确定那个杀意是不是在闪回中产生。我觉得一会儿肯定还能遇到那个荧光哥嘛。我觉得荧光哥出来，应该他跟他的关系能更出来点什么局。哎，而且我昨天我看到的是2个荧光哥。哦。在餐厅里看到一个人穿斗篷，那我们只看到一个。但是昨天回来的路上，我看到2个，就很有可能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荧光人干的。已经确认一件事，我媳妇那个信是荧光人给我的。光，哎，那个穿披风那个人，所以有2个被做过实验的人。对。还有谁是被人为善给害了的呢？你爸。哦，你爸？不可能是我爸，不可能是我爸。荧光人？不是，不可能，我爸已经死了。那另一个是谁呢？对，然后还有一个疑点就是为什么有2个人看到人为善是提前走的，为什么有3个人看到人为善留到了最后？他回了家，我们又吃了40分钟，我们就走了。但是回头一看，老板还在那儿。他在哪里？还坐在那里吃饭。没错，我的和他的是一模一样。我也是和他一模一样。啊？我是看到他不见了。我也是看见不见了，有区别。他什么时候走的？包括昨天那个谁，他桌子上其实还有个电脑，我们还没来得及去查看，在201。那我们一会儿再去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好。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你一下要白切黑了。哎，我现在先说啊，现在都有5个嫌疑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再选的，他真的是太弱了。还选我当 X， 怎么会这么弱呢？他在说你，他说你。没有，我在看，你别打断，我在看所有人。今天要谁是凶手真的很弱，别选我。休息一下，各自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好的。休息完了。看看他，看他。爸。
你怎么有点欲言又止？太明显，我感觉他想进来骂人说凶手，我真的看不起你。后来又想自己如果说这句话，没有，我现在觉得他很自信。啥意思啊？没人选他当 X， 对，他的意思是他不是 X， 但是这个话不知真假。啊，也有可能他现在很牛了，现在开始跟我们玩这种东西，一进来就想说。我觉得没人选他，没人选你当 X。对，去二搜，对，快，一边走一边说吧。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说，我是 X， 我是 X。你们到底谁是凶手？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联系了我。你们到底谁是凶手？你们每一个人都联系了我。我认为我是凶手，你肯定也认为你是凶手。我也认为。史上最乱，也有这样当 X 的吗？人类上可以确定死亡时间段11点到12点之前。等一下，如果是这个死亡时间，但是我们一个都没有嫌疑了，那就是咱们的时间有问题。肯定不能是这样的，怎么可能？我们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可能未必是实际的时间。等一下，我确认我不是幻觉。我也确认不是幻觉。如果是这个时间是真的，他是死在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杀的要么是死掉的人为善，或者不是人为善。你们两个在混淆这样视频。这你媳妇儿 A 是黑市诱拐非常规途径获取的女人基因，她竟然活着，干嘛不直接进来呢？80年，他一定有理由做不到。生了好多孩子，我的妈呀！用于繁衍后代和建立个人专属亲子库。啊？你爸是人？你爸是人吗？门前的小花园，我拿着花盆种鸡，花园里的树下闷棍啊！我在走廊，我用重物，我是在他的房间摆件。不是，他的尸体怎么会动啊？凶手当着我们的面杀的他。你们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每个人都看见闪电吗？都是在你们杀人的时候出现的那道闪电。关键性线索直接锁定吗？SVIP 每周4、周5 12点更新 ，VIP 用户晚19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3推事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每周5开推吧 X 揭秘幕后真相，每周6花絮定时掉落，每周日推事万事屋看推事日常，每周1、周2预告掉落，跟鹤立摸金与推理团一起推事件。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瓶赞助播出。悬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不脱在真与假中魔光。龙武器，动作一，推着笼罩迷局里，烛火灭，画中影，王者再度睁眼睛。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开推观后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3和知乎答主热聊精彩内容。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话筒给你，大胆开麦，关注文娱 Talk， 解锁更多文娱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欢迎打开网易新闻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本节目感谢中华万年历西窗竹意式更衣室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3预约领券，特惠开会员，更可解锁超前彩蛋。搜开推3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酱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